摩羯应该近期感觉到水逆的影响蛮大的吧，但是12月你们还是有好消息的啊，就是12月摩羯座呢会有一笔存款，或者你会发现一笔款，也可能是有一笔你觉得花得很值得的一些财出去啊，可是你觉得是值得的。如果是存款的话，那也许是摩羯通过努力攒出来的，也可能是你在这个月会拿到的。这笔款呢会让摩羯比较安心啊，就帮你度过水逆，哪怕你现在有一些工作生活的危机，你觉得熬不下去的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有那么一笔款可以帮自己度过这个阶段啊，所以还是不错的。不少的摩羯呢12月是可以靠存款去救的啊，要感谢自己平时有存储的好的惯性行为，也可能是以前别人给你一笔款，但是你那时候没有用，现在就派上用场了。或者有的摩羯会在这个时候买自己心心念念已久的一个物件，并且呢摩羯不会是冲动去买的，很可能是评估考量了很久了，这时入的手，摩羯就觉得这笔投入是很对的，自己也很满意。而且你们买的时候可能会有规划，比如说你带一点去买啊，就是总之感觉是一个对的选择。那12月呢摩羯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水逆和火逆的影响带来的这种小人运、是非运和意外运，因为这两颗星呢它现在就逆在你们星盘的小人宫位以及一些意外事件的宫位。此外呢这次水逆也容易引起摩羯就睡眠不太好，免疫力比较低，肠道啊等等健康受伤方面的问题也要注意。还有呢需要留意一下这个沟通口舌啦、写作啊、物流运输啊、交通外出啊、物品的损坏、遗失、走丢、迷路、被骗啊、破财啊等等方面，这个是所有人会受到的水逆的影响。也就是说本月呢摩羯既有前面说的财的好消息，也要留意因为水逆导致了财莫名其妙流出去，尤其要防止跟他人产生的一些借和债的关系，或者受他人影响产生这种背锅啊，或者是还债有一些财方面的损失的事情。以及呢你们跟这种一类的机构啊也容易靠得比较近，如果去到类似的场所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这个时候比较容易被传染或者是被负能量的一个影响啊。12月摩羯跟这种神秘学、玄学、心理学、身心灵、宗教、慈善、公益等等也是比较有缘分去接触靠近的。工作读书方面呢12月摩羯不适宜开启新的计划，因为你会感觉如果这个时候去推新的东西，推起来进度会很慢，经常是需要等待，可能是实际条件尚未成熟，也可能是环境周遭这个时候并不是很给力支持的氛围。那摩羯此时更适合原地踏步，没想到原地踏步有一天也会成为一个好词吧。对于12月的摩羯来说呢，能够原地踏步其实就是一种幸运，人生不是所有时候都应该往前冲的，你们这个时候适合去深化你目前手头已经在做的工作，能够尽快收尾的尽快扫个尾，能够夯实更深的就可以深挖一下，等到下旬水逆结束，太阳22日进入到你们的星座摩羯座以后，再着手去启动一些新的行动或者是新的方案会更好。那爱情和人际方面的摩羯12月容易找不到人啊，或者是找错人，也可能是别人找不到你啊。桃花是有这种隐藏性或者隐情，或者是某种危机性在啊，或者是就是寡淡，就是没有。那如果原本没对象的摩羯，本月行运看呢也不是太建议你着急脱单。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摩羯切不可啊，你没有跟对方确立关系，就和对方发生一些过度的肢体接触或者是财务往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自我的一个能量的保护。那有伴侣的摩羯呢，本月也是感情相对来说略差，有一些不省心的，有的会有这种秘密的曝光啊，过去的事情又找回来这种，还有一些三方的一些能量啊。那应对上面来讲呢，比较好的方法是保持这种情绪的稳定、包容，同时呢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就是避免打击报复、不理智的这种行为。美容调整方面12月是非常不适合的啊，可以多让自己保持素颜，或者是多吃一些新鲜的蔬果，以及使用植物、花卉等等这种偏自然类的这种产品，皮肤和身材呢就会变得更好，不需要通过这种高科技的一些手段去调整啊。那祝所有的摩羯座12月守住财务，固守成规，不求创新，稳定己安，好运了。守护星水星逆行呢，所以仙女座的12月都不会太好受、太轻松，这种感觉11月末10天可能有的仙女座就有了。那这次水逆特别的地方是，同时火星在12月7日也开始逆行了，水火这样一夹击啊，就很容易导致水深火热、水火不容，特别是在水星有关的领域，比如沟通、犯口舌，仙女座这个时候蛮容易跟人有误会或者是感觉委屈的。还有就是工作上出错啊、犯小人啦、这种乌龙的事件，以及身体健康方面，包括自己和身边人的这种也要注意。还有就是交通外出啊、物流快递啊，家里面有东西损坏需要维修啊，尤其是电子类的一些产品，以及破财啊、丢失啊、走失啊等等。那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的12月过得好一点呢？仙女座减弱水逆负影响的方法有2个，但是针对的是不同情况的仙女座，请大家认真听，酌情的去进行对应啊。一种情况呢是针对你现在已经被搞得没有什么正事可做可忙，或者是日耗拖延严重的仙女座，那12月水逆减退的方法就是让自己找事做。这一批仙女座的12月越躺，你感觉运会越差，越没有希望，或者是你的身体越躺越没有力气。所以哪怕有的仙女座这个时候是没工作的，或者刚刚失恋，处在空档空窗期，你也务必要让自己爬起来，给自己制定每日的计划表，不能够让自己颓废下去。这个计划表呢会让你们不那么精神消耗，不然的话12月你就容易陷入到一种低落啊、失望甚至是自卑的情绪里面。那另一种方法呢则是针对你的生活已
经被其他人、被外界的环境所包围，搞得焦头烂额了，生活里面有一堆烂摊子等着人处理。可能你正在被家里的或者是房子相关的事情感觉到很烦，或者是自己人惹了一些麻烦，或者是公司工作的事情，也可能是健康的事情等等，让你很损耗。那这批仙女座12月水逆减退的方法就是跟前一类仙女座是截然相反的，你们反而是要认清局势，别没事找事，需要让自己麻木不仁一点，12月你才会感觉好过一些，让自己像一个无情的机器那样去应对工作、生活、情感、健康等等方面的动荡。不要周遭移动，你也跟着起起伏伏不淡定啊！不要瞎忙瞎想，做不到事情呢就别拦别承诺。水逆的影响呢就20来天，那火逆影响是2个月，所以影响其实它不是很长久，熬一熬这个阶段就过去了。因此呢，你要是感觉真的被逼得无力回天了，没有路了，那这批仙女座呢，你就做好自己的事情，积累知识，认真生活。其他的人事呢，你就让子弹飞一会儿，甚至让对方自作自受一会儿，不要大包大揽想着一下子去处理，因为你真的管不过来，你又不是超人。简言之呢，仙女座不论工作、财务、感情，12月都先顾好自己，把自己的日常工作生活维稳维护住，对周遭的责任意识或者是情感的投入别太重，也就是不要太受周围的影响。对于周遭的事情你可以去管，但是你不要超负荷去管，要有一个度。如果因为别人已经严重影响了仙女座自己的情绪、健康、正常的工作生活，那就说明有问题。那仙女座你就要先把自己给拉回来，顾好自己，懂了吗？不要因为任何人感觉自己好像过不下去的那种状态。那要祝所有的仙女座12月先呵护自己，再关爱他人，光明终将冲破暂且的黑暗，好运了。金牛12月呢是延续上个月下旬起的状态，或者是一些事情会在12月持续啊。这个在上个月的月运我也讲过。那这个代表呢，基本12月你们不会太开始什么新的计划，也开始不了，因为现在手头之前的各种事情已经够你们忙活的了。有的金牛呢也会进入到有一点点冬眠的状态，就是感觉自己效率啊、速度啊开始放缓，像进入到这种待机的状态，也可能是很想睡觉，觉得很容易犯困，或者是很容易被周围人击到，就希望所有人都不要打扰自己，这就是行运的影响。那进入12月呢，我总结一下金牛的月度重点就是维持和清扫，你们基本在这个月就是要救急、灭火、收尾、扛责、还债哈。这个不一定指真的财啊，而是说你欠下的所有的东西，12月它都有一种找回来要你去偿还的感觉。或者呢，金牛会处在一种调理、调整自己的内在身心整体的状态的一种步调当中，之前消耗的一些身体和精神呢，这个时候也是要还的。因此金牛12月如果你想要去偿还或者是赶工的话啊，这个月对你们来说是一个补救机会。那12月金牛除了跟一类体系会有所接触以外，跟这种金融啊、财务体系也比较有机会去接触到。工作、读书、生活、感情当中呢，金牛的状态比较两极啊。你会发现，要么你就全当看不见、听不见，就不管，让自己麻木不仁，那你可能还相对来说比较 OK。但是如果你一旦开始管，一旦开始去理会、去做事情，你就会整个12月停不下来。你会发现太多东西要顾了，就这也要弄，那也要弄，也很容易有这种情绪发脾气的一个情况，因为会感觉到不公平、不对等，别人不理解自己。这个情况其实从11月的末10天差不多就开始了啊，特别要注意和家人啊、团队啊，以及原来就打过交道的这种客户、合作方等等人的一个互动，可能会有冲突。受到水逆的影响呢，金牛也要非常当心这种是非啊，可能会存在某种勾心斗角啦、算计啦，对于财务、合同、各种记录等等这种进出啊，要多留一个心眼会更好。本月呢，金牛特别容易跟这种老旧故以及土地建筑搭上边，比如说需要去面对搁置许久未处理的一些老问题啊，还有这种老乡、老同学、老熟人、老客户、老情人的一些互动联络还有家里的这种父母老人，可能这个时候需要自己的照顾关怀，以及房屋有关的故居啊、故乡啊等等。简单来说，这不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一个月份，而是回顾往昔的月份。这也意味着呢，金牛不适合在12月做工作生活当中跟未来相关的决策和计划，比如说换工作啊、辞职啊等等，这个都不是很建议。可以等到1月份，你会更清楚自己要什么，未来在哪里，想去哪里。12月受水逆和火逆的影响呢，金牛以明哲保身，易折服。有的金牛可能也会容易焦虑内耗啊，但是不用太着急，因为你们的运这个时候就是欲速则不达。那一切呢都会在12月末那一周，也就是水星恢复顺行1周之后，金牛的工作生活状态开始有新的变化。1月份呢会有更明显的一个改变。不少的金牛呢应该都会在年底那一周写新年计划，或者是做一些假期安排，计划旅个游、度个假什么的。行运看的也是很鼓励你们这样去做的。另外呢，12月也要注意隐私、秘密、过错被揪出来，或者是翻旧账的情况啊。感情和人际方面是金牛这个月需要注意的重点。前面提到的一些容易犯小人啊、口舌是非啊，这里要注意。这个时候特别容易
容易受到质疑，或者是你去质疑别人。那正确的一个应对方式呢，就是你这个时候要揽下责任，以付出更多、做得更好的方式去回击他们。就你对我不满意，那我就做得更好，这样呢就能够守得云开见月明，或者说这样做公平正义才会回到金牛这里，也能够获得让伴侣啊、家人啊等等人的这种理解和回馈支持啊。只是说它需要一个过程，就是金牛12月你要先给出去，然后后面会有一个回流的过程，就回向到你这边。只不过呢，这个来回它有一定的一个周期，因此呢，金牛你需要有更多的耐心，需要有这种筹谋的态度，不管是在工作人际还是在伴侣家庭人际里面啊，都是需要去注意这个点。那桃花的12月容易在原本的关系里面打转，比如说刚提到的旧人、熟人，就算有新的桃花质量也不是很高啊。12月更多的精力可以放在事业、读书上面，其实对金牛更好。或者说你多去单位、多出门、少宅家，也能够提升金牛的运气。财运和美容减重来看呢，12月都略显不按牌理出牌啊，一有冲动、带有强烈情感的这种花销或者是进食，比如说为了家人、为了整个团队、为了店铺、房屋等等，你的荷包就大放血了。或者是你的一个减脂方式是3餐少1餐啊，这种它不会是一种很常规的那种餐减脂餐的这种控制体重的方式。金牛会主打一个就是你认为该花该吃的，12月一定不会亏待自己、亏待身边人，但是你会在别的地方节省或者是控制自己，也可能会有比较大笔的一个金额的这种进出。同时呢，受水逆影响，金牛12月会因为某种原因停下来去检视自己的身心健康或者是财务情况，比如说做检查、控制指标等等，是挺需要对自己更负责任一点的时间。管住自己和不管住自己，12月结果会相差挺大的，包括对于财务的管理，在这个时候对你们也有所考验。那就祝所有的金牛座12月沉着冷静，不厌其烦，厚积薄发，花逢时就发，好运。